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学生，兼得力助手，为什么两人最后却闹翻了呢？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，他们可能是近代史上最知名的一对师徒了。但是这师徒二人，他们在思想上好像并没有完全同步。其实有个说法说，康有为对新事物的吸收到戊戌变法就终止了，甚至在后期他向保守靠拢。但是梁启超对新事物的吸收，则在戊戌变法中才刚刚开始。让两个人出现巨大分歧的，其实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件是关于儒教的定位问题。保守的康有为在维新失败之后，一直提倡尊孔保教，他不主张动摇孔子和儒教的任何地位，而更愿意接触新文化的梁启超，则认为教不必保，也不可保，应改保教为保国。梁启超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，来表达这个观点。康有为闻听此事之后，大为恼火，严厉地批评了梁启超。师徒二人的心结由此而起。让这对师徒两人矛盾彻底公开的，是张逊复辟事件。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，康有为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，而是加紧与张逊联系，准备复辟。1915年，康有为在上海周报发表了一篇名为《为国家筹安定策者》的文章，他公开鼓吹清帝复位。梁启超则完全不赞同自己老师康有为的复辟观点，马上发表文章进行反驳。就这样，师徒二人的矛盾彻底公开，一时举国哗然。其实康梁的决裂在与梁启超逃亡之后，在日本反思了在国内维新运动失败的根源，进而从封建帝制改良主义者变成了资本主义革命理念的认同者。他与康有为的保皇思想背道而驰，两个人自然是分道扬镳了。政见不合成为两人分开的最大根源。康有为的理念陈旧且定型早，他始终坚持君主制，不管是立宪还是专制，都觉得中国人非得有一个君主不可。说到底就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已经把他框死了。他知道在国家危亡之际，只有变革才能图存，但是他没有跳出那个框架，去寻求其他办法。梁启超则不同，他善于学习，也乐于接受新的思想。在经历了维新运动失败、自立军、秦王起义失败等一系列的挫折之后，他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想法，从一个个失败中寻求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。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，这师徒二人因为政见不合，正式的分道扬镳了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康梁二人的决裂是政治上的决裂。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师生之情从未泯灭过，梁对康始终以师礼示职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